家好，欢迎来到木研秋的频道。我将会在这个频道分享我对各类书籍、生活方式的理解，希望能够让你在碎片时间中 get 更多新知识，让我们一起享受更美好的生活吧。今天我要分享的这本书名为《幸福的方法》，作者是泰勒·本沙哈尔博士。他是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课程讲师，在哈佛创造了选课人数最多的记录。他本人也被哈佛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哈佛导师。说到幸福，很多人都普遍地认为幸福与金钱是成正相关的。其实心理学家发现，幸福与财富的关联度不高，且具有一定边际效应。数据表明，在印度等贫困地区，财富对幸福指数的影响较高。但是到了一定临界值，当人人达到基础保障后，金钱与幸福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大了。由此可见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，财富或许是其中一个通关符，但绝不是最终目的。过分追求金钱，反而会让幸福与我们渐行渐远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？作者表示，幸福就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。快乐和幸福都是一种喜悦和满足感，不同的是，快乐是短期的，是一种积极情绪，而幸福是持久并相对稳定的，保有积极情绪的一个状态。就像马丁·塞利格曼在《真实的幸福》中表达的那样，短暂的快乐很容易通过巧克力、喜剧片、奉承画、一束鲜花而获得。一个人拥有持久快乐的能力，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。为了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幸福的概念与真谛，作者把我们的人生选择分为了4个象限，而划分人生选择的2大关键性指标，分别是当下的快乐与未来的意义。现在我来逐一介绍下这4个象限。生活在第一象限的人们，他们更加重视未来的意义，愿意将当下的快乐搁浅，哪怕耕耘的过程中痛苦满满。一个又一个欲望填满了他们的大脑，他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终点在哪里，终其一生都在忙碌中度过。经过多年的996，高负荷的加班逐渐压垮了他们的身心。看着办公桌前放着的某某总监、某某经理的名牌，只能挤出职业的微笑。但是笑容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疮痍，掩饰不了他们多年不慕友情、亲情春风的悲苦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原以为自己攀爬到这个位置会很开心，却发现这日子竟然过得越来越乏味、可悲。现在你反思一下，你是生活在第一象限的人吗？第2个象限的人跟第一象限的忙碌奔波人设完全不同，他们才不管未来如何，他们管好当下就够了，年轻就是要多享受。他们会肆意地放纵自我，在家里上网打电动，呼朋唤友挥洒青春。诚然，享乐主义的生活让他们好不快活，但潇洒过后，随之而来的是疲惫的精神状态。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颓靡，精神也越来越懈怠，终日对生活的逃避，让他们逐渐失去了应对正常生活的能力。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，情绪就爆发了，开始变得痛苦不迭。实不相瞒，曾经的我也是如此，甚至对超前消费产生瘾头。相信很多人都曾有过这样只想要享乐而罔顾未来的经历。如果你也渴望摆脱一系列不幸福的状态，继续往下看，跟我一起去寻找属于你的象限，并针对性的攻坚克难。下面来到第3种生活模式，虚无主义型。不管是当下的快乐还是未来的意义，身处这个模式的人都不管不顾。他们觉得生活平淡如水，毫无滋味，这辈子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吧。虚无主义的人或许也曾斗志昂扬，想要闯荡出一片天地，但是现实给予他们连续打击，种种失败让他们感到无能为力，陷入了自我放弃的泥沼中。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名词解释这种情况，那就是习得性无助。有关这个习得性无助的现象，著名心理学家马丁·塞利格曼曾经做过一组经典的实验。
实验人员安排了3组狗作为实验对象。他先将 A 狗和 B 狗放进2间不同的房间里，开始对它们轻微的电击。遭到电击的2只狗很快条件反射地挣扎起来，但是2只狗的房间设置是不一样的。A 狗的房间里有一个开关，只要轻轻碰一下开关就能停止电击。A 狗从实验人员的演示中学到了停止电击的方法，一旦它受到了电击，它就立马去触碰房间里的按钮。果然，它的磨难马上停止了。可是另一房间的 B 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它的房间没有任何开关设备，无论它如何挣扎、哀嚎、乱蹦乱跳，房间里的电流始终不停止。就这样苦苦折腾了30分钟，它哀嚎着，声音也越来越嘶哑了。而另一条 C 狗呢？它是在对照组，没有接受任何电击。就这样，同狗不同命的它们从原先的房间里出来了，被实验人员安排进了一个大箱子，箱子边上有很矮的栏杆。这次开始没有差别待遇了，实验人员对它们都开始了轻微的电击。早已学会关开关的 A 狗和没有受过电击磨难的 C 狗，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出了栏杆，逃过了电击套餐。让人出乎意料的是，长期饱受电击的 B 狗，它老早泄了气，全身都无力，只能趴在原地哀嚎，声音分外悲凉。因为它之前经历过，无论怎样挣扎、哀嚎，还是如何拼命撞击房门，全都无济于事，最后只能选择命运的安排。心理研究人员表示，习得性无助所产生的绝望感是诱发很多心理疾病的源头，因为人们会在种种失败中获得一种绝望的认知，就是即便自己再努力，也无法改变现状的挫败感。这种绝望和无助的感觉会成为他的惯性思维，成为未来挥之不去的阴霾。前面这3个象限，忙碌奔波型、享乐主义型、虚无主义型的人，他们都对幸福有一定偏见。从积极心理学上来看，真正的幸福，一则需要满足当下的快乐，二则还需要兼顾未来的意义。真正幸福的人是在实现终极目标的过程中，享受充实、愉悦的每分每秒。这也是我们的理想生活模式，感悟幸福型。大多数情况下，眼前和未来的幸福是可以平衡的。比如说，一个热衷绘画的艺术家，他可以在镌刻自己理想世界的过程中，享受到无穷尽的快乐，而这份快乐也能成为他拥有出色工作表现的助力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我会在下一个视频中继续深入分享，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，我们该如何拥抱幸福，提升整体幸福含量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不错的话，还请大家多多订阅、点赞支持哦。我们下期再见了。